可是呢，现在要求的是，因为这个力量是作用在 C 点，但是我要求的是 B 点的地方，它的一个位移跟转角分别是多少？那我怎样可以不透过用积分的方式，然后还是可以找到 B 点这边的位移跟转角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我把它从 B 点的地方把它切开，好，那 AB 它现在告诉你长度是 A， 然后 BC 长度是 B。好，那我们把力平衡画出来哈，就是你看我把它从 B 点这边切开之后，好，那这一段要平衡，所以A 这一段一定会加在这一段有一个向上的减力，对不对？然后呢，那如果光这两个虽然 summation f of y 等于0，但是它会开始一直顺时针的转，那所以这边一定要有一个这个逆时针的弯矩加在这边。那既然这两个决定了，那就是它这两个是这一段加在它上面的作用力，那它就会给它一个反作用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减力作用在这个切开面的地方，然后同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负弯矩作用在这边。好，那我现在要找的是 B 点这一点的位移跟转角。好，那其实呢，我这边的状况对于我的 B 点是不会有影响的，就是我的我可以把它切开之后，我只看这两个对这整段的一个影响，找出来的那一个在这一点的变形跟转角呢，就会跟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好，所以呢，我就变成从这样的一个题目，力量加在这边要算这边的状况，我就变成一个比较短一点的一根悬臂梁，然后呢，它端点自由端的地方有这个 P 跟 PB 的集中力量跟弯矩，要来找这一点的力量那个位移跟转角，那不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算过的题目吗？我只要把原本的 L 改成 A， 原本的弯矩改成 PB， 然后集中载重的话部分就是 P， 我马上就可以算出答案。所以我就回去查我前面的那个表，在集中载重造成自由端的在集中载重造成这个悬臂梁自由端的位移的部分是，大家还记得吗 ？PL 三方除以3EI， 所以现在是变成 L 变成改成 A， 所以这边是 PA 三方除以3EI。然后呢，这个弯矩也会对这个集中，也会对这个自由端产生一个变位。好，那应该是 ML 平方除以2EI。如果各位回去翻前面那个表的话，所以现在 M 变成 PB， 然后 L 变成 A， 所以你就有这个部分。所以就这两个加起来就是 B 点，好，因为这个 P 集中加在 C 点的这个载重所造成的位移量。那转角也是一样，这个集中载重对于这一点的转角贡献量应该是PL 平方除以2EI， 然后现在 L 是变成 A， 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弯矩呢，它对于这一点产生的这个转角应该是 ML 除以 EI， 好，那 M 现在变成 PB， 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很快就可以把 B 点的转角跟位移都算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透过力平衡再配合一些那个线性叠加，用叠加法就可以把这些资料找出来。好，再来，如果我今天是一根一样是 A 跟 B， 然后在 AB 这一段有一个均部的载重 Q， 然后我现在如果我要求是 B 点的，我如果是要求 B 点的一个位移跟转角，好，那这个有没有 BC 这一段根本完全没有影响，因为 BC 上面根本没有任何外力作用，所以这个跟你就可以直接回到前面的那个悬臂梁的表，然后把 L 换成 A， 好，那你就完全可以找到 B 点的转角跟位移，所以就是这个值跟这个值。那因为 BC 这边上面没有任何力量，所以你看它的变位呢，它的变形这一段整个就会是一个完全直挺挺的。好，就是说我 B 点转多少角度呢？然后之后这整根就会变成完全都没有变形，完全都没有变形。
因为上面没有任何力量嘛，你如果给它切开，画它的弯矩图跟剪力图，在这一段全部都是零，全部都是零。所以呢，西塔 B 点的转角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OK。然后呢，C 点的转角是这样，这两个转角要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因为这整根没有变，在这 BC 这一段是没有变形的 ，OK。那你注意就是说，我们这边都是写的都是只有量哦，都没有带正负哈，就是你要自己知道它是都是这两个情况都是负的，因为它往下变形，而且它是顺时针在转，所以其实都是负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C 点的转角跟变位，转角就不用算了，跟 B 点是一样的。好，然后变位的部分呢，你也一样可以用 superposition。怎么做呢？就是它的变位就是把 B 点的变位再加上这一段，对不对？这一段的长度就是整个 C 点的 delta C。好，就是这一段再加上这一段，所以这一段已经算出来，就是 delta B 的部分。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把BC 的这个长度，然后再乘上 sin 的西塔 C， 西塔 C 其实就是西塔 B 啊，对不对？就一样的，刚刚已经算出来了。那因为我们在讲的都是小变形的情况，所以这一段的大小呢，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 BC 的长度乘上这个西塔角，也可以。所以 delta C 这一整段的部分就是 delta B 再加上这个 B 的长度乘上 delta B， 西塔 B 或者是西塔 C， 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式子。OK， 好，这个例子我们来看看应该要怎么样来运用 superposition 的一个状况。现在的 Q 呢，它是分布在 B 跟 C 之间，然后大小是从0到这个 Q， 所以呢，这一题如果要用 superposition 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这整块拆成很多个像这样橘色的小块，好，然后呢，每一块这个小块的橘色的，我们把它想成一个集中载重，这个集中载重的大小就是这个QS 除以 L， 就是这一条方程式，然后再乘上一个 dx。那这样一个集中载重作用在距离 B 点 x 的地方，这样的一个集中载重到底会对 C 点造成多少的这个变形跟转角呢？好，那它对 C 点造成的变形，我们把它叫做d delta C， 然后这个橘色对 C 点造成的转角，我们把它叫做 d theta C。所以呢，我们一旦把它切成好多个这个东西，然后把每一个造成的影响全部加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整个东西对 C 点的转角跟变位是多少。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就好像是被看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加了一个集中的力，就是这个 Qx 除以 L_dx 的集中力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是距离这边 L 加 x 的地方。好，那我变成要去看这样一个状况，请问它对这一点形成的位移跟转角，那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在转角的部分呢，这一点的转角就等于它作用的这一点的转角，对不对？因为这一点就这个 case 来讲，这边根本没有任何受力，所以这一点的转角跟这一点的转角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变位呢，我只要去找这一点的变位，然后在那一点的变位再加上这一点的转角乘上这一段的长度，就是这一点的变位啊，跟我们前面一个例题用的技巧是一模一样的。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况。好，这个 C 点它的底西塔 C， 就其实你就是算的是这一点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大家应该有点感觉，就是悬臂梁，然后端点如果有集中载重，它这边的转角是 PL 平方除以 2EI， 大家还记不记得？所以 P 现在变成这么大，好，所以这个是我的 P。L 变成多长？是 L 加 x， 所以 PL 平方这个就是 L 平方除以 2EI， 就是这边。
那这个东西对这一点的位移，就是要把这一点的位移再加上这一点的转角乘上这一段的长度。好，那这一点的位移是多少 ？P_L 三方除以3EI，大家还记不记得？好 ，P 多大 ？P 就是这个 P 就是这么大，对不对？然后L 三方 L 现在要 L 加 X， 好，三方，然后再除以3EI，然后呢再把它加上这一个底西塔 C 呢，就是这边我们用一个 X 来代表，所以这一点的转角，好，就是底西塔 X 呢，就是这个底西塔 C 啊，哈，因为这一点的转角跟这一点的转角是一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再乘上这一段的长度，这一段的长度就是 L 减 X， 好，所以你就会把它整理之后呢，就会得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好，对不对？你看，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乘上外面这一个，不就是 P_L 三方除以3EI吗？好，那这个之后，然后再把它积分，那我们积分 x 当然是从0积到 l， 好，那我们就会积出一个西塔 c， 这个就是这一点的转角。那请各位要记住哦，这边都是只有写的大小，它其实应该是一个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原本是这样子，最后变成这个方向，对不对？所以它用平的转成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顺时针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负值的。这边我们是只有写大小，那位移当然很明显应该要是负的。好，那你记出来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出来，就是你的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减支梁哈，但是有一个 overhanging 的一个背在外面这边，然后呢，在 C 点这边自由端这边有集中载重 P 作用，那我们想要找 C 点的位移跟转角是多少？我们怎么样能够用 superposition 的方式，然后来解这一题呢？好，那基本上我们是把它分解成下面这个样子，好，分解成2个部分，好，我们从这个 B 点这边把它切开。那它旋臂出去的部分，我们来看它的力平衡。显然这边有个 P 的话，那这边就必须要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减力。然后呢，这样如果只有这样子，那它会开始顺时针转，所以这边一定要有一个逆时针的一个弯矩加在这边，所以大小就是 PA， 这样这个才能够平衡。那有了这切开之后，这边的这个弯矩跟减力，当然它作用在另外一边的反作用力，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大小一样，方向相反哈。所以这边是 P 的大小，然后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moment， 然后加在这个 B 点的地方，这一个减支梁的地方。好，那我们目的是要求 C 点的转角跟位移，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其实把它当作2个阶段来看。怎么样？首先我们是看，它是等于是有点像，这个 B 点这边，它会因为有这一个，B 点这边有这2个力，对不对？集中载重的部分加下去呢，对这根梁的转角跟位移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力量加下去就直接被基础吃掉了。但是它加了一个端点的一个 moment， 那它就会对 B 点造成，我们现在看的是 Part 1这边哈。它加了一个 moment 在B 点的地方，就会对 B 点，就会对整根梁会产生一些影响，然后对 B 点会产生一个转角。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 B 点的转角算出来之后，那剩下的这个旋臂的部分呢，它就好像会先转了一个转角，然后就定在这边，变成好像一个旋臂 fix 的状况，然后这个时候再往下压 P， 所以它又会产生再多转一点。好，然后同时又会再往下面再多调一点，好，所以这一题的一个算法呢，其实是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求 B 点的转角，好 ，B 点的转角之后，第一个部分的部分，这个后面 BC 把它视成一个钢体的转动，跟着 B 点的转动而转动，好，所以呢，这个时候，C 在 Part 1这个部分的一个转角呢，就是等于 B 点的转角。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把这边看成是一个钢体的运动的时候，那 B 点的一个转角呢，其实就是一个旋臂梁在
端点受一个集中弯举时候的转角。那大家可以呢自己用那个积分法把它算一下，然后可以把它加到前面那一个表格那个减支量的表格里面去，因为前面的表格我们没有算这个 case。好，那如果各位算出来，你会发觉那个转角应该是一个ml 除以3EI， 那这边 m 指的是 PA 哈，所以它其实就是有一个PA 乘上 L 除以3EI 的一个转角，那它是顺时针的哈，所以其实是一个负的。好，这样转角转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因为在第一阶段里面，这个是看成一个钢体，所以这一个C 点的转角跟 B 点的转角是一样的，好，就是这么大。那位移量呢，只要把这个转角乘上这一段的长度就好了，这一段的长度就是 A， 那转角就是西塔 B， 所以就会算出这样子的一个 delta C1。第二个阶段呢，就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悬臂一样固定端，因为这边已经转完了。再来就是这个压下来呢，它还会再往下这边再多雕一点，然后再多转一点。好，所以这个东西会转多少，大家现在应该已经都背下来了。就是这个 P 的转角的部分，在自由端如果是一个悬臂梁，自由端受 P 的集中载重，它的转角就是自由端的转角就是 PL 除以 2EI，PL 平方除以 2EI， 那位移量就是 PL 三方除以 3EI， 所以你看这边就是 PL 平方除以 2EI， 这是转角。那现在 L 就是 A 了，然后呢，位移量就是 PA 三方除以 3EI，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加这一个就是这一题 C 点的转角，然后 delta C1 加 delta C2 就是这一题 C 点的位移量。好，就是我们这边写的这个就是 superposition 的一个状况。